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你相信吗？在台湾澎湖群岛的西南方，有一片被称为魔鬼海的神秘海域，这里吞噬了无数船只和飞机，留下的只有离奇失踪的故事、诡异的光影和不解的谜团。目击者声称，他们看到过从海里升起的白光，听到过来自深海的低语，而科学家带着最先进的设备深入调查后，却发现所有的记录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说这里是外星人的基地，也有人相信这是亡灵的归所。它是科学难以解释的谜团，更是人类无法触及的禁区。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台湾百慕达三角洲的核心，探索这片海域背后的诡异故事。狂风咆哮，乌云低垂，海浪如黑色的巨手般吞噬着一切。澎湖群岛西南方的这一片海域在雷雨的映衬下，显得尤为阴森可怖。破损的船只残骸如同历史的沉默见证，漂浮在水面上，被海浪无情地推搡着。远处的信号灯忽明忽暗，似乎在努力警告着过往的船只，却又像一个失落者的哀鸣。天空中几只海鸟盘旋而下，发出低沉而沙哑的鸣叫，仿佛在为一场未解之谜哀悼。传闻中的魔鬼海，据说吞噬了无数的船只和飞机，至今无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究竟是海流的阴谋、地磁的诡异，还是某种超自然力量在暗中操控？没有人知道真相，但每一个听过这类传说的人，都对这片海域怀着深深的恐惧。我看见了幸存者老陈的声音颤抖得像风中残烛。那天夜里，我们的船刚驶进那片海域，就有一阵刺耳的尖叫声从四面八方钻进耳朵里。那种声音像哭又像笑，但绝对不是人类能发出的。然后我们看到了一道白光从海底直冲上来，把海水染成了怪异的银色。他说到这里，瞳孔里仿佛还映着那天的光亮，接着船就开始打转。我记得自己跌进海里，等醒来时已经躺在岸边了。可我们船上的其他人连尸体都没找到。那些白光是什么？那尖叫声又来自哪里？老陈的话让人毛骨悚然。即使有人试图用科学解释，海底气体喷发，洋流交错，但亲历者无不摇头。不，这种感觉不是自然现象。你没有看到他盯着你的眼睛，听不到他在你耳边低语。海风愈发狂暴，海浪拍击岩壁发出轰鸣，如同某种无形的存在正在发泄怒意。是的，这片海域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记忆。每一艘失踪的船，每一架坠毁的飞机，都是他的秘密，而这些秘密，他绝不会轻易让人窥探。我们真的能够破解它吗？又或者我们只是在触碰无法触及的禁忌？未知的恐惧如同无形的深渊，等待着吞噬每一个靠近的人。这片海域被遗忘，却又被铭刻在恐惧之中。事件一：1943年，日军零式战斗机失踪。蓝天碧海，空气中弥漫着阳光的味道。日军零式战斗机飞行员安藤正雄从未见过如此晴朗的天气。他调整好仪表盘，将战机推升到更高的空域。就在他报告方位的那一刻，一团形似圆球的云团缓缓出现在远方。它孤零零地悬挂在无边的蓝天中，与周围的晴空格格不入。奇怪的云，他喃喃自语，指针微微颤动。他决定穿过云团。然而当他进入云的瞬间，整个世界都失去了声音。无线电沉寂，仪表盘闪烁不定，周围的一切像被一层柔软的幕布隔离开来。几艘附近的渔船目睹了这一幕。渔民们惊恐地看到那团云开始蠕动，像是活着的东西，其内部隐隐透出诡异的绿光。忽然云团收缩，像是一口吞下了战机，随即消失无踪。他动了，他吃了飞机。一名渔夫事后回忆道，双手不住地颤抖，这是他能描述的唯一一句话。安藤的战机再也没有被找到，他的家人只收到了一份模糊的任务失踪报告。
而亲历者中，有人从此绝口不提那天的事情，深夜里却总能听到自己脑海中回荡着那令人窒息的静默和绿光刺入眼睛的寒意。事件2 1962年，台湾电子侦察机失踪。这是一个无月的夜晚，电子侦察机低空掠过台中港外海25海里的水域，悄无声息地靠近目标区域。机长陈义豪下令灯光信号通报位置，这架 P-2V 电子侦察机全程保持无线电静默，他们的任务不允许丝毫差错。飞机转向220度，飞往澎湖群岛西南的检查点。夜空寂静无声，只有仪器的轻微嗡鸣。突然，机组人员注意到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阵剧烈的波动，就像雷达信号被某种力量扭曲了。这不可能，雷达员低声说，屏幕上飞机的光点像被吸入某种看不见的空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后续的搜救队报告，这片海域异常安静，海面如镜，倒映着夜空的星辰，却显得诡异扭曲。搜救人员们声称，在海面上看到的星星排列和他们头顶的星空完全不同，像另一个世界。这架侦察机的13名机组人员从此音讯全无，连一点残骸也没有找到。陈义豪的妻子在他失踪后的数月间，总梦到丈夫在黑暗的海中呼喊，却始终看不清他的脸。事件3 1987年，试飞员的神秘求救。试飞员李任驾驶一架 F-104G 战机，在完成例行的训练后准备返航。当天的天气并无异样，直到他接近澎湖群岛以南的飞行检查点。忽然，他听到机舱内传来一阵轻微的咯咯声，仿佛什么东西在机舱外爬行。塔台，这里是601，我的飞行器不对劲。李任的声音听起来微微发颤，几秒钟后，他急促地喊道，有东西在追我，它会动。声音戛然而止，塔台监听员惊愕地看着雷达屏幕，李任的战机标记像被抹去一般消失无踪。搜救直升机花了整整50分钟，才在一片海面上找到一个昏迷的救生筏。李任被发现时，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口中喃喃着，他看见我了，他会回来。他在医院苏醒后向军方提交了退役申请，报告中称心理状态不稳定，却从未解释过那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4 1988年， F-51战斗机失踪。这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飞行任务。F-51战斗机飞行员黄志远执行的是例行巡航。然而，当他接近澎湖西南海域时，他看到前方海面出现一道旋转的深蓝色漩涡，正散发出微弱的光芒。前方有个漩涡，像是在邀请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恍惚。话音未落，信号中断。搜救队仅在海域中找到一顶头盔，里面有一张被浸透的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他在下面，别靠近。黄志远再也没有被找到，那不是普通的光。老水手王叔眼中闪过一丝恐惧。我见过，半夜的时候，他从海底升起来，像是一扇门被缓缓推开。在神秘学派的支持者看来，澎湖海域的种种怪象绝非地球上的自然现象。一些目击者描述，他们在夜晚经过这片海域时，看到一道白光从水下喷涌而出，直冲云霄，仿佛划开了天地之间的屏障。而伴随着光出现的，还有一阵似有若无的低语，像是从另一个维度传来的呢喃。你靠近它时，声音会越来越大。一名幸存者回忆起自己的遭遇，声音里藏着未解的恐惧，但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你只会觉得有东西在看着你。这种超自然解释逐渐流传，甚至有人声称，这片海域可能是外星人隐藏的基地。那些所谓的诡异的绿光和扭曲的星空，正是高科技装置运作的表现，而白光则是外星飞船进入地球的入口，或者是时空虫洞开启时的能量波动。这些理论虽然没有实证，却不可否认地加剧了人们对魔鬼海的恐惧。科学家们则试图从自然现象中找出答案。他们指出，澎湖群岛位于台湾海峡中央，海域复杂，大洋流交汇，天气变化极为剧烈。
台风、季风、洋流交替，极易导致船只失控或设备故障。这些失踪事件并不奇怪。地质学家李博士翻阅研究报告，澎湖海域的磁场经常出现异常，这可能会干扰飞机和船只的导航系统，使它们迷失方向。李博士进一步解释，这种磁场异常或许是因为海底的地质结构，大量的铁色物质在地球运动中暴露，导致了局部磁力线的紊乱。这些磁力线可能影响了飞机的仪器，甚至让雷达信号发生偏移，呈现出消失的假象。然而，一些科学家也开始对自然理论提出质疑。白光、声音、蠕动的云团，这些现象很难用磁场异常来完全解释。物理学家林教授表示，如果不是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不够完整，那么就可能有某种超自然力量正在伪装成自然现象，干扰我们的认知。这种科学与超自然的交错，让魔鬼海的谜团更加复杂。概率学派则从数据入手，试图以冷静的逻辑破解恐慌。每天有超过300架次的飞机经过澎湖海域，一年下来就是10万次以上的飞行。统计学家周博士表示，如果仅凭几起失踪事件就断定这里存在异象，那是以偏概全。在他看来，魔鬼海并非比其他高密度飞行区域更危险，飞机失事和船只沉没只是高航班密度的自然结果。但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理性的解释并未能缓解人们的恐惧，反而让更多人开始思考，假如概率是正常的，那为何这些事故都集中在这片特定的海域？是否有某种力量正在选择性地制造意外，以躲避科学的侦测？心理学家张博士对此指出，未知会激发人的想象，而想象往往比事实更可怕。随着科技的进步，对澎湖海域的探索不断深入，但搜寻仪器在这片海域经常出现故障，甚至连最先进的声纳设备也无法完全解析海底地形。有一次，科学家们在海底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岩石排列，形状类似于某种古老符号，却在仪器记录后随即消失，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这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研究员的笔记中这样写道，我们只能承认，有些东西我们还无法理解。这一结论不仅未解开谜团，反而让魔鬼海更加神秘。未知永远是人类最大的恐惧来源，而在澎湖魔鬼海，这种恐惧变得愈发真实，仿佛下一秒就会从海中升起，吞噬所有的答案。2024年，一支由顶尖科学家和探险家组成的现代探索队决定揭开魔鬼海的神秘面纱。他们带着最先进的设备，包括高精度声呐、深潜无人机和实时记录仪，踏上了这片多年来被吹为禁区的海域。船上的气氛压抑而紧张，每个人都屏息以待。当声呐设备第一次扫描到海底的结构时，整个船舱安静的只能听到仪器的低鸣。屏幕上浮现出一个奇怪的图案，隐约像是某种符号。随着扫描的深入，他们震惊地发现，这些符号竟是由多艘失踪船只的残骸自然排列而成，仿佛是被一种力量有意摆放在一起。这绝不是偶然。声呐操作员喃喃道，手心已满是冷汗。夜晚，船长张月失眠了。海面看似平静，却有一种无形的压力，让他的心跳莫名加速。午夜时分，他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咯咯声，似乎来自船舱外。那声音断断续续，像是某种生物在船壳上轻轻敲击。张月带着录音设备走到甲板，声音越来越清晰。他打开设备，录下了那不属于人类的低语声。音频分析后显示，这段声音是一种无法辨识的古老语言。翻译软件仅能提取出几个断续的单词。离开这是什么东西？队员们脸色苍白，眼神里写满了恐惧。第二天，探索队决定使用水下机器人深入魔鬼海的核心区域。无人机缓缓潜入漆黑的深海，四周一片死寂，只有摄像头的光束穿透水中的黑暗。突然，屏幕上出现了一片不规则的石结构，这些石头排列成一个圆形，中心部分像是一座祭坛，祭坛上刻满了复杂的符号，
与声纳捕捉到的船只残骸排列的图案惊人的相似。这是古代遗迹，考古学家难道？然而，还未等他说完，屏幕上瞬间涌入了一片刺眼的白光，紧接着信号完全中断。与此同时，控制设备的操作员猛地瘫倒在地，双手紧紧抱着头，口中不断低喃：“他在看我们，他在看我们。”几小时后，整艘船陷入一场诡异的昏迷，所有队员仿佛被某种力量拉入深沉的梦境。他们听到低语，看到模糊的人影，甚至感觉到一双冰冷的手在触碰他们。当他们醒来时，每个人的手腕上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奇异伤痕，形状像是一道弯曲的符号，隐隐发出微弱的热感。没有人能解释这些伤痕的来源，但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回荡着同一句话：不要回来。探索队决定立即撤离。这片海域的种种异常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然而，在返航途中，他们发现之前录下的所有影像资料无故丢失，音频设备也完全损毁，唯一剩下的是他们手腕上的伤痕和那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音频。或许这里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张月低声说道，眼神复杂。船缓缓驶出魔鬼海的范围，远处的海平线上突然出现了一道熟悉的白光，似乎在目送他们离去，又像在警告这些秘密不属于人类。回到陆地后，所有参与者都沉默了。队员们选择封存一切调查结果，而那对音频则在无声中消失。张月最终辞去了船长职务，他无法解释那片海域的真相，却也明白有些秘密或许永远不该被揭开。伤痕渐渐消退，但恐惧却根深蒂固。人类的科技再先进，也无法破解所有的谜团。在浩瀚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只是渺小的旁观者。而那片被称为魔鬼海的海域，依然以他的沉默守护着他的答案。回到岸上后，探索队的一名成员李青带着手腕上的伤痕，找到了一位年逾90的澎湖长者。长者对那片海域一直保持沉默，但当李青展示出伤痕时，老人脸上的神色骤变，像是看到了什么不祥之物。你去过那里？老人的声音微微发颤。李青点点头，试探着问：您知道那片海域有什么吗？老人沉默良久，眼神望向窗外，仿佛在回忆某个遥远的过去。他缓缓开口：那片海是亡灵的归宿，从很久以前起，那里就是他们的家园。那些进去的船，进去的人，都是被他们选中的。你们不该去惊动他们。李青不解，他们是谁？老人闭上了眼睛，声音低沉：你们看到了白光吧？那是亡灵的门，他们只会带走属于他们的东西，但你们不属于那里。这句话让李青的背脊一阵发冷。他猛然想到，队员们的伤痕是否是某种标记，警告他们不要再踏入那片禁区。探索队带回的所有数据资料被交给一支纪录片团队，计划将其制作成揭露魔鬼海真相的影片。然而，就在纪录片发布前夕，所有影像和音频资料无故消失，硬盘损坏，备份文件丢失，所有数据像是从未存在过。更令人不安的是，纪录片团队的核心成员纷纷辞职，不愿再提及这次项目。一位曾负责数据分析的技术员私下透露：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感觉这些东西不该被人知道。他们不想让人类窥探探索队也被军方召集进行秘密谈话。此后，所有成员对事件缄口不言，有人甚至移居国外，试图摆脱这片海域的阴影。然而，就在一切被封存的几个月后，一段无人机的记录视频突然流出。这段画面似乎是从无人机实时上传到某个云端时意外保存的片段。视频中，镜头再次对准那片深蓝色的漩涡，画面中隐约可以看到模糊的人影，在漩涡中若隐若现，仿佛在低声呼喊某个名字。张月一个队员的名字在视频中被反复低语，声音低沉而缓慢，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画面最终定格在漩涡的中心，模糊的人影逐渐靠近镜头。
一只苍白的手似乎要穿透画面，触及观看者的眼睛。视频戛然而止，这段视频引发了更大的恐慌和讨论，却始终无人能够解释画面中的真相。它似乎在提醒着所有人，那片海域的秘密远未结束，而真正的答案或许永远埋藏在深不可测的海底。有人开始相信，这片海域不仅仅是亡灵的归宿，更可能是人类与未知世界的交界点。那道门依然在那里等待着，或许某一天它会再度开启。人类从未停止探索未知的脚步，我们建造望远镜以窥探星空，发射探测器穿越宇宙，更在地球的深海中寻找那些未解之谜。然而，魔鬼海的故事告诉我们，未知不仅仅是知识的空白，更是人类心底最深的恐惧。探索队的经历是对未知的追寻，也是对自身局限的提醒。他们带着最先进的科技，却依然无法解开这片海域的谜团，因为有些东西不属于人类的理解范畴，而有些地方或许并不欢迎人类的到访。未知的恐惧也许永远无法破解，但敬畏自然或许是人类最终的归宿。这是这段旅程留给我们的反思，也是对人类执念的一次警告。漆黑的画面中，只有海浪轻拍礁石的声音回荡，像是大海在低声诉说它的秘密。镜头逐渐退远，俯瞰着那片无尽的蓝色海域。此时，隐隐约约传来一阵模糊的呼喊声，若有若无，回来。我们在等你，声音愈发微弱，仿佛被风吹散在无垠的海面上。然而，这轻轻的一句，却像一根无形的弦，紧紧扣住了观众的心弦，令人久久无法释怀。有些答案并不是用来寻找的，有些秘密只属于时间与自然海面上泛起微弱的涟漪，仿佛在暗示这一切尚未结束。